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兰香如故群像海报，刘学义太帅，谭松韵古典美，女配们珠圆玉润。现在的古装剧终于把观众当回事了。同样是狐妖小红娘系列，刘诗诗主演的《淮水竹亭》就比杨幂版本高了不止一个层级。虽然刘诗诗的面瘫演技还是没什么进步，但角色设定又恰恰需要她这份清冷疏离的气质，演技问题就被弱化了。而被放大的则是演员的气质状态。刘诗诗挺拔的古装仪态，配上淡雅色系的古装，原版人物像是活过来了。包括男主角张云龙以及剧中的一众配角，也是个个适配度满分。这种对观众眼睛很友好的剧，没有不追的理由。而接下来即将与大家见面的又一部古装剧，光是发了群像海报，就有古典版《红楼梦》的氛围感了。明制古装上大分兰香如故又出大招了。刘学义加谭松韵，黑马组合该爆了。先来说说这部剧最受瞩目的男女主角，谭松韵和刘学义，两人都属于有颜有实力，但距离大爆顶流都差着那么一口气。谭松韵很憋屈，最火爆的《甄嬛传》中有她的身影，而最好的《我们锦衣之下》以家人之名更是步步大爆款，但在大花小花行列中都没有谭松韵的名字。刘学义很虐，标准的古风美男琉璃少年歌行青云志，每一部都有惊艳表现。然而一旦演男主角，不是花间令这种让观众看到女主就没追剧欲望的作品，就是念无双这样还没开播就被贴上老偶标签的作品。其实两部作品的设定都很出彩，悬疑探案，打破仙侠常规，可惜刘学义都没搭对女主角。如今两位宝藏演员凑到一起，堪称黑马组合，实力和 CP 感都无需担忧。预告中刘学义俯身，谭松韵仰头逼近，光是两人对视的画面就有势均力敌的感觉了。而谭松韵柔美中带着攻击性，刘学义的病娇感又被霸气中和，两人状态完美贴合了各自的角色设定。一个是从贵府千金跌落尘埃，但绝不向命运低头的坚韧女主；一个是善权谋、文武双全、外刚内柔的大将军，完美贴合两位演员形象气质的人设。甚至看完路透和预告，就已经带入人物脑补剧情了。谭松韵的明制古装让人梦回锦心似玉，但这一次的扮相明显更为大气，古典美吸睛。尤其是成长起来之后，周身散发着当家主母的气魄，而前期的温婉少女感也被谭松韵稳稳拿捏。可以说这一角色既落在了她的舒适区里，又能打破观众对谭松韵只能演少女的刻板印象。官宣海报中，谭松韵身着紫色系明制汉服，佩戴同色系的简约发饰，五官还是那么柔和，但微微扬起的嘴角，坚定自信的眼神，却又透着浓浓的气场，足以让人相信她演绎的许兰香能够绝处逢生，为自己搏出一片天地。刘学义的古装造型帅出了新高度，还是熟悉的感觉，暗色系套装增加了他身上的暗黑和神秘。不同的是，过去刘学义执着于演美强惨型的角色，服化道大都透着一股阴柔感，但明制汉服却是简单又有威严感，反而凸显出了刘学义剑眉星目、五官力挺的英气。以谋略搅动朝堂风云，以武力保家卫国，这才是最适合刘学义的角色。喜演阵容惊艳，配角组美女如云，好剧本更容易吸引好演员，又一次在兰香如故体现的淋漓尽致。看看这部剧的配角阵容，不仅期待值拉高了，也全方位的洗了眼。第一位，李梦，有墨雨云间的长公主在前，看到李梦在兰香如故中一袭暗色系古装，扮相浓重华贵，已经让人先入为主了。
这张脸太适合演反派了。同样是面带笑容，海报中的李梦却有种皮笑肉不笑的阴质感，但不可否认，这张脸又是美的，蛇蝎美人再一次具象化了。第二位，吴甜甜。用珠圆玉润形容这位年轻的女演员，一点也不为过。在动辄白瘦幼的娱乐圈，吴甜甜这张看起来就很有福气的方圆脸，不仅大气，还很有辨识度。配上红色系的古装，明媚又单纯，摄人心魄。第三位，叶青。在《蛮好的人生》中演反派的叶青，已经把这类角色演到深入人心了。兰香如故中的她，简单的造型，冷峻的眼神，嘴角似笑非笑，看起来不像善类。但不得不说，叶青的面部平整度较高，眼型修长，唇形和鼻形又很标准，五官在脸部占比较大，同样有古典美人的味道，属于更清冷的那一挂。第四位，葡萄。又是一位标致的古典美女，像是从画中走出来的一般。橙黄色系的古装为葡萄的整体气质增添了几分柔和，面中的一颗痣又带着丝丝不易察觉的精明。这种独特的气质让葡萄很适合演绎外柔内刚型的角色，外表单纯无害，但内里城府深重，与谭松韵看似相似，却又截然不同。第五位，刘美含。光是这张剧照就足以打破观众对刘美含的固有印象了。剧照一出，俏皮可爱的少女成了过去式，绝美又有破碎感的才女花魁，瞬间取代了过往的印象。刘美含的美，原来只被古装剧开发了不到1/10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可爱灵动的王一哲，娇嫩青涩的刘嘉熙，一双大眼睛楚楚可怜的马凡丁。这样的选角让人挑不出毛病，除了随便拎出一个就是颜值担当的演员，这部剧里还有许多观众耳熟能详的戏骨，比如出演了唐朝诡事录系列的陈创，造型一改，老顽童变苦情老爹，光看剧照就让人于心不忍。深沉老练的侯长荣，目光如炬，完全是这部剧定海神针般的存在。而纯素颜出镜，扮相显老，但盈盈的泪光却让人心头一紧的郭柯宇，则是影后级别的演员，既养眼又安心，这才是教科书级别的选角。你被谁惊艳了呢？